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胡说北道第2集。今天呢，我们去探讨一下咱们在生活里面常常会发现的一些问题，比方说对朋友的看法，或者刚刚认识的一些伴侣啊，或者在生活中出现的一些陌生人，咱们对他的第一印象，或者咱们有没有一些觉得自己是看错人的一些案例拿出来大家分享探讨一下。今天呢，我邀请了一位朋友啊，她是一个唐小姐。这位唐小姐呢，她呢在国内呢就认识很多人，人面也挺广的。然后她自己呢就在各个圈子也混得很好，所以说她自己的个人经历吧，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点子，让大家去认识一下咱们现在这个年代，咱们这帮人应该怎么去认清楚身边的人是个什么人，怎么去好好的看人、观察人，去交朋友也好，去找伴侣也好，找生意的合作伙伴也好，都可以。那有请咱们的唐小姐上台。Hello，唐小姐。Hello Max，你好，你好。怎么啦？你想跟大家怎么分享一下你对人的就是看法？之前你也跟我聊过，讲到说就是这个看人看走眼这个问题，对不对？对。然后其实我自己确实，我觉得人活到一定岁数吧，就都会有这种经历了。你原本很信任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就是让你失望了，并不像你之前想象的那么好，对吧？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对。那其实我就想分享2件我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吧。好啊，可以。对，就是一个就是我前任男友。对，一来就因为说感情了，对不对？对，我想分享2件事情，就是一个是关于感情上面的，一个是关于就是这个合作伙伴上面的吧。就生意跟感情。事业上的合作伙伴，对对。那个感情方面这个东西其实也很简单了，就是说你曾经很信任一个人，然后你跟他在一起时间蛮长的，当然那个时候自己也年轻嘛，就是上大学的时候，然后对方的年纪又比较大。你本来以为他可以像是一个大哥哥一样照顾你嘛。然后时间长了发现，就是岁数大的人也会出轨，你知道吗？就是他会跟你讲说，时间长了他会觉得，你就算再年轻，你也会腻，你知道吗？也会去找其他人。就是你本来认为他岁数大了就应该是可能是玩够了，就不会再去外面玩了，就会定下来。对啊，因为他遇到你的时候，他也会讲他自己的经历啊。他会觉得说，他想找一个，就是说很单纯的女生，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确实也很单纯，因为上大学嘛，然后因为是大学认识的男生嘛，然后到毕业，那个时候我就是基本上是没有怎么谈过恋爱，然后就觉得就是这个人了，然后他一开始对人也很好。对我真的很好，我当时真的非常喜欢他嘛。就觉得，因为他比我岁数大，所以他的一些学识、一些经历就会很吸引人，就会认为说他岁数大，然后他很可靠，就你又很崇拜在很多方面，因为他读的书比你多呀，是吧？经历的事情比你多呀，就会很尊敬他，很崇拜他，然后认为他很可靠的这样的一个人。
然后没想到时间长了发现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你当时在热恋的时候的这个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这么一个效果。对对。那所以说并没有看清他真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就你就比较喜欢他那种成熟，然后就被他的那个种种的表现迷住了。对，因为你就是同龄人都没有的那样一种见识和学识吧。你会觉得，因为其实你也知道，就是年轻女生她会认为说同龄的男生会成熟的晚一些，所以她会被一些年纪大的男生所吸引嘛。对吧？对。然后就会照顾人，对，所以一下子就觉得身边没有这样的人，就会被他吸引。就有那个。那一开始的时候，他确实对我也不错，对。就反差大嘛，就在做对比的时候就反差很大，因为周边的人都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周边的那些男生或者什么都很那个幼稚，然后突然间出现了一个就是看起来很可靠，然后各方面都可以让你自己的知识跟层面都可以提升，他看起来就可以让你提升的一个人去推动你的话，那你就更容易的去依赖着这个人，或者依附了这个人给你的那种情感上啊，或者那种就是你所说的知识面啊，各种的那种带给你的那种提升嘛，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我好奇就是说，当他跟你说他想找一个什么单纯的女生的时候，你有没有问他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找一个单纯的女生？什么叫单纯的女生？其实这个也不是说他一定要找一个单纯的女生，就是他会跟我讲说，我被你所吸引，是因为我认为你是很单纯的一个女生。所以说他一早就跟你说他喜欢你，因为你笨，对不对？因为我会问他呀，就是你会问他说，哎，你为什么喜欢我？对啊，他会认为说，他之前找的女生都好复杂呀，都是比他更有经历的，因为他可能之前找的那些女生都比他年岁要大嘛。对，他觉得自己可能 hold 不住或怎样，所以找一个小女生也挺坦白啊。他一来就跟你说，我想找一个给我自己笨的人啊。不是说没有这么坦白，意思啊。其实没有这么坦白了，就是怎么讲？因为你喜欢，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的时候，其实是，我相信一开始他也是喜欢我的嘛，就一开始也没有很多在心里面会计算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比我笨的，或者说我一定要找一个比我有钱或怎样，你知道吗？他其实就是可能单纯会被这种东西吸引。其实我也是这样啊。就当时也有其他男生追我，那他确实都不是说像这个男生一样那么成熟吧，或者说那么，就你知道年纪大的男生会宠着比自己年岁小的女孩吗？对吧？就是会有一种那种小女孩被保护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相信，就是两个人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会，确实是会被互相吸引。就是可能他也认为我那个时候也是比较年轻、比较单纯，然后那个还在校的学生嘛，没有经历过很多事情。那你说他是不是说就一定要找一个比自己笨的？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这么讲。我知道，跟你开个玩笑。我只是说特别好奇他跟你说他的目标是找一个单纯的，然后我就想知道他为什么而已。就如果我觉得也不是他的目标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他很有目的性的去找，因为他也没有想到他会遇到我嘛。就大家其实也是，就是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呢。但是这个如果
就好像说咱们回归到这个看错人的这个话题，就是你找对象也好，他找对象也好，就咱们是每一个人去外面去找一个人的时候，咱们在心里面应该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模型或者一个基础的定位，要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嘛，大概什么样的人嘛。所以说可能在他的那个眼里，他就希望找一个这个所谓的单纯的人啊，然后在你的眼里，你是经过了对比，然后就想找一个在你生命中或者你生活范围里面就没有的那种人，就是你生活范围的那种男生，就可能就是还是很调皮啊，很那个小孩子气啊或者什么的，然后突然间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然后有个大的反差，然后在你的那个心目中的看人的那个定位里面，你就锁定了啊，这个人会在种种条件加起来给其他的都好，所以说他的就是比较亮点出来了，然后你就看上了，对不对？所以说在你的自己的心目中的那个本来的定位，你就已经有一个模型，然后他在那个时候出现，配合到你的模型的需求，然后你就看上了嘛。我觉得怎么讲，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是这样，因为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的确是。就是你受的刺激比较少，就你所说的这种模型，可能是人随着他年龄增长嘛，他慢慢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适合自己，他是试过无数次以后，才会得出一个结论说 ，OK，我有一个我自己的模型，我可能按照这个模型去找。那具体找到那个人是不是就是看错人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嘛。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在一开始就初期的时候，你也没有见过很多男孩子，无非就是你身边的那些男孩子，然后突然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出现在你眼前的话，就会给你一些刺激，你知道吧？我明白。然后，其实怎么讲，就是说你看错人这个东西，是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你在爱情中嘛，爱情脑嘛，恋爱脑，他是看不清楚一些事情的。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你不愿意否定之前的自己，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说我之前喜欢他，是因为我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心态？我还是保有一些激情，但是我承认我自己看错了的话，那就是否定我之前的自己。就是人其实是不愿意否定之前的自己的，因为讲白了，他也没有模型。为什么呀？因为据我所知哈，他那个甩了我以后，就分手了以后，他找的那个女生是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女生，是一个非常势利的。因为我记得后来就是分手了以后，我又见过他一次。他的着装，然后到这个气质，到说话谈吐，到就是这个包括手里拿的包包，完全风格完全跟我认识的那个他不是一个他了。就已经被另外一个女人改造过了。你知道吧？就是这个，所以说，当然了，这个就是说，男人会不会被女人所改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哈。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我看到他是那个样子，已经完全不是他跟我在一起那个穿的，就是留长头发，因为他有点那种，我一开始就是认为他很有那个才气，很有才华，然后就有一种诗人的气质，然后留长头发，然后穿的那个很飘逸的白色的长褂子啊，那种你知道那种感觉。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穿着皮衣，然后戴那个毛的皮衣，然后手上有金戒指，就是一副，然后穿的那种很亮的皮鞋，像一个那种就是很俗气的那种暴发户大老板一样。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让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能变成这个样子？他就从一个艺术家跳升去的做到 hip hop 那样，对不对？就还不是 hip hop，是那种就是乡村企业家，你知道吧？就是土老板、土大款那种，还根本不是 hip hop 那种感觉，对。所以就是说，然后等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人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就可以就变化这么大，你知道吧？所以其实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
是看走眼了，或者说是就是看错人了，你知道吗？哦而不是说他抛弃我，他绿了我，就找了别人那一刻，哦那个时候确实是给了自己的这个冲击很大嘛。但嗯是直到后来我见到他完全改头换面了另外一个样子以后，我才知道我自己是看错了。嗯，对，我其实想说的是这个，那他可能是不是因为金钱的问题而改变了？就可能我觉得他跟他在找了另外一个女生，然后和那个女生在一起的生活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吧。因为嗯之前因为我是艺术类院校的嘛，然后其嗯实他是到我们学校去进修嘛，加上进修生，所以是我们学的专业都是差不多的。然嗯后那个时候他看过很多书，他写东西也是，就是或者说跟人家聊聊我们的专业上面啊，就一副很厉害的样子，你知道吗？就很有学识，然后懂得很多，就很有才华，你知道吗？那其实就是才华吸引人嘛。那你知道那个年轻小姑娘都会被这些所谓才华，然后她那个气质又很忧郁，有点那种诗人气质，嗯，然后长发飘飘，对，明白明白。嗯，然后她一下子就从那个就是过了几年以后，一下子从那个状态转变成这个土大款，然后手上戴金戒指，然后穿的那个很厚的皮衣，然后那种就是夹了一个手包，你知道那种嗯，土大款都会拿那种手包，知道知道，那个就长方形的那种。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啊，这个真的就颠覆了一个我的这个三观都被颠覆了那种感觉。对，那他说的，他跟你在聊天的时候说的话题或者什么嗯，样的东西有那个很大的改变吗？没有，其实几乎没有聊天，就是，哦哦，是在一个比较就是大家都在一起的一个环境下，嗯我就因为我其实就是他抛弃我这件事情，当时对于我来讲还是就是创伤还蛮大的嘛，就是我嗯还是感觉受了挺大伤害的，所以我其实那段时间我就不愿意面对他嘛。嗯，然后我就跟他，我就问了他，我们两个住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养的那个猫后来怎么办了嘛？他就说送人了嘛。嗯嗯，就只有这样而已。嗯，对，就后来就都没有，后来就也没有再联系了，因为我觉得就这真的是让我跌破眼镜了，明白大跌眼镜了这种。明白明对，白。那回顾一下咱们刚刚聊嗯的时间，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你觉嗯得就是这个人是因为要经过一个历程吧，去成长之后，才会知嗯道自己需要什么，或者怎么去看这个世界，怎么去看待人，去看清楚人，或者自己那个模型才会成型嗯出现，对不对？如果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大家都没有那个认知的话，或者对这个认嗯知比较薄弱，的话，他就会很容易出错。但是如果就咱们就说恋爱嘛，但是嗯我自己嗯觉得，或者我在我的认知范围内，就是觉得那个女性在从小到长大的过程中，虽然她没有亲身经历过，或者没有嗯去这个体验过，但是她可能通过那个书本啊，或者那些电视剧啊，或者电影啊，和其他渠道啊，去看到那些所谓的那种电影里面的浪漫嘛。所以说他们的对这个板块的那个模型应该是从那些东西来吧。嗯所以说，虽然你那个没有真正的体验过，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他就是从小到大已经心里面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模型，就可能跟着某一个电视的剧本去抄袭一样，就想得到那种感觉啊，或者那种人啊，或者那种场景啊的那些东西，他们心里是已经有这个模型在的。所以说，在他的生命某个点，如果有个人出发到那些之前他自己在外面收集起来的那个所谓的浪漫的嗯点子出发到的话，他就会
觉得认定了这个人就是那个电视剧里面的那个人出现在我的身边，这样，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觉得大部分人吧，他会大部分人的生活轨迹都是很单纯的、很单一的。对，就是尤其是我们就不说别的嘛，就说如果说是在情感方面，其实很多人就是谈几个男朋友，或者说谈几个女朋友，然后最后找那个人结婚，然后生孩子，然后面对一些生活上的琐事，就是这样而已。对，没有很多，没有人真正有这个像影视剧中的那种情感经历，他也是无非就是说拿它当做一个影视剧来看。但你说你真拿这个影视剧的这个情感经历去带入自己的生活，我觉得应该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因为自己的情感还是要就是自己去经历，自己的路还是要自己去走。你真正亲身经历和你看影视剧还是不一样的，没办法同日而语的，我认为是。但是你说看人，就是说这个人你会不会看错？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从间接经验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的。你不一定是要经历了每一个伤害你的男人，你才学到说我要怎么看人。你也可以从影视剧里，或者说从一些书本上，从一些包括跟朋友聊天呀，一些间接经验上去得到说，OK，我要什么样的人，我要避免怎么样去对待他，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信赖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得到的，但是你自己要走的路，肯定还是要自己去走。对，这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其实我就觉得，因为怎么说呢，就现在咱们的那个资讯非常发达嘛，你看就是又有抖音啊，又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在国外最近不是有很多流行的几个不同的平台火了起来，就是那种 OnlyFans，你知道吗？就是那个OnlyFans，你知道那个平台吗？我没听说过是什么什么平台。OnlyFans 它这个平台最近很火，就是因为之前 COVID 的时候呢，很多人不是待在家里嘛，然后呢待在家里的时候就是有很多那个色情网站啊什么都火了嘛，然后那个 OnlyFans 呢，它是一个好像 YouTube 一样，但是呢它是让很多女性啊或者其他人你上去，然后自己开播，然后就去找一些 subscriber 回来，然后每个月要求人家给十几块钱或者什么的，然后就可以看到他直播啊，然后就拍照啊什么，但是上面有很多都是就是色情的一些直播嘛，然后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咱们就在这个感情这块，因为现在的社会上就算你看抖音上面也有很多那个女孩子跳舞啊什么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种种的那种不同的形象的人跑了出来，让你对这个人或者这种伴侣的那个看法的那个模型的那个就出现了就好像说20年前的人，他对爱情或者这个爱人的那个看法那个模型，跟现在这一代人在经过种种网络上出现的那些人物，然后看的那种接收的信息，然后自己心里面那个模型，两个模型是非常不一样。但是问题是，现在的人都很容易相信他们看到的信息嘛，所以说他们可能就在心里面就很容易去认定，这个女性就是这样子的，或者那个男性就会是这样子的，然后女性就应该这样子做些什么什么的，然后男性就应该这样子做些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的人想要的是什么，所以说有很多的人就会自己很不自觉的就变成了他们就是变成了这世界上想看到的人，就他可能就在你的案例里，就是说，如果这个突然间这个年代有很多人
在抖音上看到那个最火的都是搞那个文艺的，就艺术的，都是长头发飘飘的，然后就可能就明天就满大家都是这个长头发飘飘的，都很才子气的人出现了，就变成这种风气，然后就是他们就是因为知道有很多人对这种形象的人有需求，然后他们就去配合去演做这种人。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很难去看清楚这个人的那个核心，或者他背后实际上是什么人，或者这个人的那个怎么说，他的人这个底线是在哪里？因为他会有很多很多东西覆盖住了，因为你根本就看不清楚，因为他现在你认识这个人，他可能就是按照这个网络上的模板去演了一个大家都喜欢的人出来给你看，然后你在生活上就只能会碰到这种人，或者你在某个渠道上总会碰到这种类似的人，因为大家都想变成那个人。所以说我觉得我对这个看错人的看法，就是在现在年代，因为种种我刚刚所说的种种平台，而导致到我们根本就没办法去看清楚那个人的本质，因为我们看的只是他们都在演某一个人的角色出来。OK， 我大概明白你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实际上，看错人在这个年代，就新时代的这个所谓的互联网时代，也是有它自己的一个特定的一个意义，对不对？可以这样说嘛，就是因为我自己呢，我去怎么去定义这个人或者这个朋友的话呢，我就希望，当然你之前说的一个重点就是时间很重要嘛，就是你没有一定量的时间大家在一起去共度过一些事情又好，或者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你根本就没办法去定论这个人是如何。但是我就说，就算是但是现在这个年代，就算你去花时间去了解，或者花时间一起去经历过什么，你总觉得这个人他可能一直在演一个他自己认为这个世界上比较流行的一个人的那个塑造出来的那个形象而已，而还是看不到他那个核心点，因为说白了就是你去到一个非常非常极端的点，你才可以看到这个人的真正的底线嘛。但是咱们就是现在生活就可能之前国内一段时间也比较极端嘛，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咱们不是这么容易就去到这个极端的点。如果你没去到这么极端的点，你是根本是踩不到那个人的那个底线嘛。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咱们以为自己认知或者比较了解的人，他其实可能他一直只是在扮演一个就是 character 出来而已，就不是真正的他。就是就对于你说的这个事情，我有自己的看法哈。你说。就我认为，首先哈，就咱们抛开这个时代来讲，就不说现在互联网是不是，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很快速的这个信息爆发，这个很快速的让人没有时间来停下来好好的去思考。就首先不提这个问题，我觉得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嘛。就是说因为人生很短嘛，无非就是70-80年，你70-80年其实实际上能跟你有很深交集的人，可能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就是我是说那种你的密友、你的亲人、你的真的能够完全信任的人。对。就是说，你生下来帮你那个剪脐带，和你死了以后帮你送葬，就这些人，这些人加就这种关系好到这种程度的人，加起来可能一只手就没有了。所以实际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大部分还是一个比较有距离的，就是我没必要跟他发展更深的关系嘛。就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有些人就是说我知道和他交往的这个距离。当然了，我觉得不排除很多人就是说我喜欢交朋友，对不对？
我喜欢我是一个很 social 的人，就是我是一个很愿意跟人家社交，然后很喜欢交各种各样的朋友的人。但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可能比较善于这种跟人社交，那他可以找到一种方法，就是说我知道分寸，就跟这个人交往的时候，跟他那个就是这个距离感和这个分寸，他可以掌握的很好。那有些人就比较社恐嘛，就我不喜欢跟人交往，我喜欢宅在家里面，我很怕跟人家交往，但是我会有1-2个密友。那这些人他有他的一个就是待人处事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认为是说，与其你会考虑说，哎呀，这个现在这个人怎么都戴着假面呀，怎么都没有办法展现他最真实的一面呀？与其考虑这种问题，不如其实把时间用来判断说什么样的人你该花多长时间去跟他交往。有些人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认为你看不清他，或者说你认为他没有什么价值的话，就不用花太多时间在他身上去这个一定要跟他搞社交啊，一定要弄清楚他心里怎么想的呀。对吧？我明白，我当然明白，就普通朋友就没有这样交际嘛。但是咱们是在说这个伴侣的问题嘛，就是去寻找伴侣啊，或者去怎么去对待伴侣，怎么去看待这个伴侣嘛。就是说，如果你会发觉这个伴侣或者你这个身边的人，这个比较重要的人，他可能种种的形象或者什么呈现出来，可能就是我想带出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就是我比方说我现在在跟这个女生在谈，但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她呈现出来的种种的比较好的东西或者亮眼的东西，可能只是就是现代互联网上面追求的东西，但是他本身我也没有看出他是一个有恶意的人，或者他是一个比较坏的人，可能他自己人生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就因为看着互联网长大的人，他的人生自己的模型就是基于现在互联网上面最火的那些点子而导致到他成为了这样的人。而我觉得一个可悲或者一个对我来说一个 questionable 的东西就是，就是他自己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人，这个是重点。因为如果他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实际是一个什么样的话，那就很难让他身边的人去真正的看清楚他是个什么人，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嘛。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说，我认为现在有很多人，他只是扮演着这个排行榜上面的最热门的那些颜色，而自己根本是一个什么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然后呢，咱们在这个日常的社交里面，大部分时间去认识的人，他们可能就都已经归纳这几个大的类别，然后你就会觉得你来来回回去认识的对象又好，的那些女性又好，他们都是差不多样子，就不是外貌，就是那个人格的展现啊，或者他们的那个 value 啊，都是来来去去都是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反而就是可能就因为现在的年代是这样，而导致呢，就是现在制造了很多这种一大堆看起来一模一样的人设的人，然后他们连自己都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只是一直在演着互联网上面推崇的一些人设出来去让更多的人去喜欢自己，所以我是有这样的顾虑。怎么讲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也不用太担心，因为每个时代都会有这样的人，每个时代都是有，就是大家都会有一种趋同性嘛。那这个时代，那刚好赶上互联网时代了，那很多女生她要学怎么样做人，那可能就是从互联网上学的。像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学从身边的朋友啊、同学啊、爸妈身上学怎么样做人，或者说看电视。现在可能互联网是最简单的、最容易的一个手段，那他就只能从这上面去学。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没必要担心，因为也有可能你接触的女生都比较年轻嘛，
对吧？或者说是，也都是从网上接触的这些女生，所以说，并不是所有女生都是这样的。那当然了，那当然，我不是对，所有，我就是是说，也不是，也就是她其实她是有没有找到自己应该的定位，或者说是她怎么讲？她是不是认为说自己是不是展示真实的自己？我觉得也不是什么特别要紧的事情。也许人家就是认为说我不好意思啊，就是也许人家认为说我没必要在你面前展现出真实的自己来，因为这样活着比较轻松嘛，你知道吧？就是我给我自己一个 character， 然后我把自己设定成 character， 我去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因为你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嘛，我没必要跟你展现出真心来嘛，这样我也可以保护好自己，对吧？我就会活得比较轻松。当然，你可能觉得说这个人活得很模式化呀，都一点都不真诚，对不对？但是可能对于他来讲的话，他可能认为没必要跟你真诚。就是他每个人都有他别人不为人知的一面，但是作为他来讲，他的社会属性就是说，每个人都在扮演别人。那你看我如果上班的话，我就在扮演一个同事，扮演一个下属，扮演一个上司。就每个人都会在扮演不同的 character，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你要真是想了解别人，你得花心思嘛，花时间，然后呢，就是就像经营一样，像培育一个东西一样，你花多少心思在他身上，你花多少精力，花多少时间在他身上，你就会得出什么样的结果来，对吧？就感情，两个人的感情也是，如果你只是一味的索取，或者说是一味的付出的话，没有两个人共同经营的话，它其实也结不出来好的结果嘛。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就是这样嘛。对，对吧？所以就是说你看，就是咱们要回来讲的话，你看不看清楚一个人的话，当然首先跟你自己的阅历、跟你自己的所谓智商或情商什么都有关系嘛。其次就是说，如果我能够真诚以待，我能够让对方看到我的真心，那对方如果是好人的话，哈，不是说想玩弄你或者说是想欺骗你的话，那两个人共同朝一个目标方向去努力的话，应该会出现好的结果。这个理论上是这样的。对不起啊。没事。但是如果说你认为，哎，他就应该爱我，他就应该对我好，他凭什么对我不好？他凭什么不给我花钱？他凭什么不给我买东西？你总是觉得自己好像跟两个人在一起是对方亏欠你了，或者你总是觉得说，哎呀，我对他那么好，我什么报酬都没有，什么回报都没有。就如果两个人总是这样想的话，那其实过不到一块儿去的。如果是那样情况的话，那就不是一种这个就是所谓的真爱了，那样只是一个甲方跟乙方嘛，就交换条件嘛。对啊，而且说实话哈，我觉得老祖宗就是几百年前，其实这些老祖宗们已经把情感这个事情已经研究得很透了。就是我觉得王尔德说过一句特别好的话，他说：“爱是贵兽的胜利。”就是说我喜欢一个人，我爱一个人，我是要跪着把我的爱送给他。实际上是是一个这样一种很微妙的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你知道吗？因为我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不知道对方是不是喜欢我，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变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作为人来讲，我的人格我的人性就会受到贬低，所以我是要跪着把我的爱给对方的，这才是真爱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当然了，我们今天探讨的可能有点，我刚刚讲的有点跑题了哈，它可能不是一个看错人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情感上来讲的话，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话，他就是这样一种情感。对啊，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会很容易看错人的，对不对？是啊，但是说咱们因为你是带着目的的，因为你对他是有就是有所求的嘛，对不对？
如果我对你没有什么看法，我对你没有什么那个就是想法，没有什么要求，那两个人就正常聊天、正常交往对啊，就好了，当个朋友什么。其实朋友之间也是互相有需求的，嗯互相利用的，对不那对？这个世界就这样吧，就总对，对对。但是我的问题是说，因为嗯，就在种种这样的情况下，你很难去真的看清楚你所谓的这个爱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嗯就我热恋的时候，我看他怎么都好，他不嗯好我也觉得他是好的，嗯嗯嗯对吧？我要是讨厌他，他怎么做都不对，我怎么看他都是不顺眼的。那嗯你的情感会带入到你对这个人的看法里面去会移情，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讲起人际关系，讲起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来讲的话，是没办法很理性的判断的。嗯你只有为什么人说那个就是当局者迷嘛，旁观者清，就是第三者，比如说你闺蜜会帮你出很多，就说哎呀，这个人是个渣男，早就跟你讲，你不要跟他在一起啊。不，他看得很清楚，但是你是当局者，你自己看不清楚，嗯人家跟你怎么讲，你可能还是就不承认，哦。对吧？那所以嗯。当时候你身边有朋友跟你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那个是有问题吗？有人在你身边的圈子里其面，实怎么说呢？嗯，因为这件事情非常突然，就没有任何苗头，就是头天两个人还挺开心的出去吃饭，第二天他就说他找别人了，你知道吧？哦，当然了，你会感觉到说两个人在一起时间长，然后可能感情不像是刚开始热恋的时候那么热烈嘛，就是慢慢慢慢会变淡，会变得很平淡，嗯对吧？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嗯，就是把那种以前的那种热恋变成那种日常的那种小，怎么讲，就已经老夫老就是我妻了，会关心他呀，比如说他下班我会开车去接他呀，嗯对不对？去发个那个短信问个好啊，这种嗯，你就会觉得会慢慢慢慢变淡，但是没有想到说原来这个变淡会后面会有一个就是一个雷在埋着，你知道吗？就嗯埋伏我，嗯偷袭我，然后你会这个是没有感觉到的。明白明白。嗯，那所以说，对待这个爱人的情况下，除了这个时间，或者经过第三方的那个观察去探讨，就真的就没有什么更加好的方法去看清看透了，因为有时候你对着爱人已经是着迷了嘛，所以说你当局者真的很难看清楚。就是有些人是就是人家不是讲过吗？说那个永远不要在同一条路上跌跟头嘛，对嗯不对？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人一直是在同一条路上跌跟头的。真的没办法改变嘛，没有更好的一个就是方法。就是怎么讲？因为尤其是情感上面吧，就如果是别的，可能比如说我经历过那个合作伙伴的话，我觉得嗯吃一堑长一智嘛。你吃了亏了，下次你可能就不会吃这个亏了。但是情感上我觉得很难，因嗯为因为你会被就是你在爱情上你会被同一种东西所吸引，你知道吗？然嗯后吸引你的这个东西，可能这种特质也是同样是会伤害你的那种特质。就人都是这样的，就是飞蛾扑火，嗯就你总要就是这个飞蛾总要冲那个光去的那种感觉。你下次可能找你还是会被这种东西特质所吸引，然后可能还是会不小心会受伤害。嗯但是呢，你可能下次受的伤害会就是或者说是会提前抽身，就是怎么讲，或预知一些不好的事情，就可能这个东西还是会伤害你，但是不会伤害你像第一次那么狠，嗯，对吧？你懂我意思吧？就明白。是这样。对，因为你已经坚嗯，强了嘛，学这都是我习到。个人看法哈。嗯，我知道没事。
那好，那你就刚刚就把这个话题引到下一个点，就是说你情感的方面，就咱们人类来说，就可能就没办法有更好的方法去看这个爱人。那如果这个所谓的生意上的合作伙伴的话，应该怎么去对待比较好？就是这个事情吧，也是怎么讲？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跟时间和你就是这个精力也有关系的，投入都有关系。因为就是这个，就我这个事业上这个合作伙伴嘛，因为是之前我们一起做过一个项目，然后那个项目还蛮成功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在一些做项目的理念上面是一致的，看项目的眼光是一致的，所以到后来他又来找我，他说他要做项目，然后并且他在一个公司就是担任整个一个部门的经理吧，然后他希望我去帮他做项目。我当时，而且当时我是看了那个项目，确实对那个项目还挺感兴趣的，确实觉得那项目不错。我就答应他去做。后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凭经验吧，因为之前做项目的时候，我是没有参与到这些，比如说跟编剧的这个合同啊、手续上这么繁琐的这些，就是这么细枝末节的这些细节上面嘛。就是等到真正合作起来了，发现他不是一个怎么讲那么可靠的人。就很多包括在给编剧的合同上面，他比较大而化之，导致了那个就是在这个编剧费上面嘛，就是给这个项目结款的时候，导致了一些不愉快，然后导致这个项目也没有做下去，就很遗憾嘛。因为我相信他这个人，他本质是不坏的，他并不是说我要赖这个编剧费，不给人家钱。很多东西他自己也是掌控不了，比如说公司有一些情况啊，对吧？整个项目走到资金会有一些问题，但是第一，他没有很坦诚的跟我聊这个事情；第二，我以为我们是合作伙伴，其实他只是把我当成一个下属。对，所以就是就是在开头的时候，就大家没有坐下来谈清楚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讲呢？开头确实也没有谈得很清楚，因为都是大家摸索的做看嘛。我也没有很计较这些事情，我当时确实也没有很多计较这些事情。然后就是本身他对我就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说他亏了我的钱，就是他好像就是直接这个伤害打在我身上，而是说他没有及时的那个给编剧结款，然后编剧反映到我这边来。你懂我意思吧？就是说，实际上他这件事情他做的不好，而不是说他亏欠我这个人本身亏欠了什么东西，而是说，我是听那个编剧来讲的，因为我推项目推不下去，我以为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一直还是在认为说是在项目理念上的问题，然后没想到实际上是资金那块的问题，然后是他没有把资金那个地方打点好，导致我和编剧我们这边就是这个项目推进不下去，你知道吧？是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后来我跟他讲，他就说了一句话，让我觉得我特别不能忍受。他说：“大不了我们就换编剧。”可是你知道那个项目是人家编剧自己带过来的，而且你这个编剧的钱你不解决，你下一个编剧你哪来的钱给人家解决呢？就到最后是一副那种耍无赖那种很不负责任的讲了这样的话，让我我其实很难过，因为那个项目确实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项目，就市面上比较少有的那种题材，然后大家都很喜欢，就是觉得都很有意思的故事啊，人物都很有意思的一个项目。明白。到最后没有合作下去，然后当然本身公司确实资金有一些问题，然后但是第一就是说他有些事情他不愿意直接跟我沟通，还有就是说，
在这上面他认为我不应该干涉太多，就是他怎么说我就应该怎么去做，他并没有把我并没有很坦诚的去跟我，他没有帮你对，就是说就算比如说就算是我真的是他的下属，他也应该把这件事情跟我讲清楚，那我好有一个对外的心里有个底儿，对，心里有个底，然后我说我去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也是有点难过。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之前确实我们有过很愉快的合作经历，你知道吧？就是之前那个项目确实是很愉快的合作经历。然后我认为他这个人性格也比较豪爽，虽然就是脾气比较不是很温柔的一个人吧，比较雷厉风行，然后做事情比较果断的这么一个女生，但是本质上还是看项目确实是有眼光，然后本质上也不坏，但是做事情确实不太讲究，就手底下的活儿，你这些很多事情，你作为一个领导，你要承担整个部门整个团队的话，你实际上有一些事无巨细的事情的话，你要打点好，然后并没有打点好，而且说到人际关系上面有一种那种好像不愿意管，就是你们自己看着办，或者说是你自己去，你一定要去给我把这个事情办好，然后也不管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能办这个事情，所以因为你就是我刚刚说一开始说就是去到底线了嘛，就是所有东西都很好的时候，就是整个世界都运作的很好的时候，就很少去看到那个底线。但是如果有什么东西做的不顺畅啊，去到某个点啊，去到那个人的核心的底线的话，你就真正会看出来那个人的 fundamental，他那个核心是怎么样的。所以说你刚刚所说的，就你这个朋友去到那个点，可能他真的钱真的没有了，去到真的没有钱的情况下，他只好选择耍赖，而去导致到他也不会愿意跟你一起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他不可能面对着你去承认自己是一个耍赖的人嘛。可能就去到那个极端的点。对啊，就是有困难大家一起解决嘛。那你为什么不信任我能够，就是为什么不把实话跟我们讲呢？如果他说实话，就变成他自己承认自己是想耍赖嘛。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去到那个点就过不了自己那个关嘛，就可能在之前很顺景的时候，大家对他的那个看法，对他的人设已经建立到一个女强人又好啊，或者在这个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对不对？但是呢，去到某一个点他这个地位受到动摇了，他那一刻他就不可能让其他人看到他的真面目，因为如果大家都看到他的真面目，如果知道了他的底牌的话，他之后就不能翻身嘛。所以说，在这个社会上做事或者什么的时候，有时候大家做生意又好，或者在这个经济体里面去运作的时候，大家整个经济体都很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每个人都很好。但是去到某个点，就好像说最近经济不好啊，或者什么的话，真的出现问题了，看到那个人的底线的话，你才可以认知到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说，就算你以前跟他合作很愉快，以前的项目大家都赚大钱什么的，大家都很开心。但是那个是因为大家都很顺意嘛。但是去到一个意境的时候，才是真正考验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对不对？对，我同意你的说法，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就是不堪大任嘛，就是给他一个更大的那个责任，他可能就是做不来嘛。他能力可能达不到。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吧，其实这个比感情上面事情要很好处理了，因为你工作上面事情，你就是按照项目走嘛，对吧？你这次遇到这个人，你遇到这件事情，你知道要怎么处理的，下次你可能就你在你的工作流程上面会特别注意这个地方要怎么处理。它不会像是情感的问题，但是很感性的这个理性上面问题，我觉得大不了我就不跟他合作了嘛。下次我再挑人的话，我挑一个就是咱们按着项目走，对吧？这个不一样。这个确实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对。而且那个女生就是后来她还有让我
就是他后来那个去了其他公司嘛，他后来做了别的那个别的项目哈，他还有过来找我，他有说要不要一起做，然后要不要帮他找个编剧啊，或帮他看看项目啊什么这种。他确实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就感觉好像大家都在一个圈子里面嘛，那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那那可能有些事情还会让我帮他看啊。但是说实话，我当时也是比较忙，后来我也是比较委婉的拒绝他了。尤其是谈到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呀？就它跟情感还不一样，因为我跟你不是情感，你知道吗？我跟你就是一个合作伙伴。对，合作伙伴是可以就是可代替性很强的。对，有比你更牛的人，有比你更好合作的人，是吧？就是这样，搭伙嘛，两个人搭伙做项目嘛。那你所说只是一个项目而已啦，但如果你是合伙人去搞一个公司或者那样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你那样的时候，你是大家绑定所绑定的东西太多了，然后这个也不这么容易可以拆开，因为你不仅如果就是好像你公司的那个股份嘛，大家都有，或者大家是已经一开始只是谈好这个公司是怎么分配啊。然后你还要在外面找到其他的投资人加进来，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你可能只是从一个合作项目去看，那当然只是这么简单，你可以就不愉快就走，对，没所谓。但是如果去到一个更加就是标准公司的层面的话，那就很难了。就是说有时候很多问题就是说那些什么商场里面的黑暗啊，就是为什么突然间被人家背后吃掉，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在那个利益点不一样吧，可以这样说。但是那个看人的过程是应该是一样的，看人的那个标准或者看人的这个在一起共事的这个过程里面，怎么去了解对方，怎么去看对方，怎么去处理问题，这些一点点都是应该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对，候其实就必须要注意嘛，就好像说你一开始你跟我说你们没有大家做起来正当当的把这个项目又好，或者这个 project 也好谈清楚，大家谁负责什么，谁负责什么，然后背后资金来源是谁付出，然后谁占多少，然后什么事发生了要怎么样，就好像说有一个如果这样发生了，就咱们呃把这个股权应该怎么拆分，或者怎么离开？离开的时候需要再怎么赎回自己的股权啊，或者股权可以直接变卖给其他人呢？这些如果从一个正当的法律来看的话，都有很多这些基本的模板嘛。但是如果你就好像你的案例，你出来跟他做项目，就没有提前做好这种基本的这种模板的那种探讨的话，那就有很多东西就很含糊嘛，然后可能这个人，你的朋友他就利用了这个含糊的区域去忽悠了你，然后真正面对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利用这些含糊的区域去把这个锅甩到你的那边啊，或者就想耍赖嘛，所以说就很多时候，其实怎么讲，我觉得也不是说他就一定要利用我或怎么样，你知道吧？我觉得也跟他自己本身就是有弱点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一个能够 hold 得住这么大场面的，或者说是整个整个部门他可以 hold 得住的这样一个人。但是我在这里面，我对他最不满的一点是说，如果你有困难，就是说，如果说在商场上面，或者说是在工作上面，我们可以是一个同事关系，对吧？我们可以是一个合作伙伴，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说，你负责哪一块儿，我负责哪一块儿，因为你知道，有时候就算你权责说的很分明，但是有的事情该做，就这个事情来了，那你不可能分得很清楚，就一定是你做这块儿，我做这块儿。那当然，我最不满的是说，在整个这个过程中，他没有跟我讲实话，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有困难的话，他可以先
放下他是我的合作伙伴，先拿我当朋友，说，哎，我确实这边遇到困难了，我确实是这个人解决不了了，那看看大家一起怎么解决。我觉得如果他有这句话，他拿我当个朋友，或者他跟我讲实话，让我知道实情是什么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不会这样对待他，或者说我不会对他现在这么意见这么大，你懂我意思吧？我明白，因为就是没有坦诚嘛。他当时是他来找我的，就是当时是他拿着项目来找我的，就说明他很信任我。他拿我当朋友，他拿我当合作伙伴，他认为我是一个可以跟他可以让他信任的人，可以和他一起合作的人。那你拿我当朋友的话，你是合作伙伴是当然是你做哪块我做哪块，我们大家聊可以说的很好，然后理念相同，对吧？冲着一个目标去努力。那如果是朋友的话，你有困难了，你就应该来跟我讲。更何况其实我也牵扯到里面去嘛，我也牵扯到一个项目里面去。就是说当你还是不会做人嘛，讲白了就是当你应该做什么的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没有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导致了场面很难看，导致到最后这个编剧也是就是整个这个项目弄得很难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他有失误了，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我是不知道这个问题，我是不知道什么公司资金有问题，然后他确实有困难，我确实是不知道这个事儿的。我就认为说，你学了那个，我就认为他是学了就是这个行业中很不好的风气，就是说拖欠人家工资，你知道吗？拖欠人家编剧费，我就以为是这样。我说我就觉得干嘛呀？何必啊？你真的缺钱吗？没想到他是真的缺钱，而且我不知道他是真的缺这个钱。所以那都弄得很难看。对啊，就没办法坦诚的去谈这个。对啊，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你不真诚嘛，而且这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就人家一直跟我讲嘛，那个时候一直跟我讲说，哎呀，那个你怎么不自己开公司啊？是不是？我就跟他，我就会想说，我说我一个人可能没有能力，但是我要开公司的话，我肯定要找一个合作伙伴。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有找到那个，没有我特别好的合作伙伴可以一起开公司的，你知道吗？我知道没有，但是在一个实际的情况下，通常很少是一个个体自己开公司，然后把东西搞成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嘛，你总需要其他的就你有一些能力，然后另外一个有其他的能力加起来才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对，要资源整合一下才可以做一个完整的东西出来。所以说很难是在这个商业社会很难是有一个自己个体，然后就自己全部搞定也不行。你看看现在最火的那个 Elon Musk， 你认为 Elon Musk 也是全部他自己搞定吗？当然不是啊，对不对？肯定不是啊。对啊，所以他背后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投资人，有很多不同的合伙人或者那个他有那个 core management team， 他这个核心的团队。对，他有他的团队，然后他实际上是一个 face 嘛，对吧？对，他只是他是他们公司的这张名片而已，对吧？对，就好像什么马云什么的，大家都知道，就马云背后其实很多人嘛，对不对？他有18罗汉嘛，对不对？对。其实就没有人可以自己一个人搞定的，所以说总需要，所以说这个看错人或者怎么去看人，怎么去找对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skill set 嘛，就是在这个社会生存，如果你真的学习好怎么去对待人啊，怎么去找对的人去一起做对的事情的话，那才可以把东西做大。对不对？因为很多正常人，你可以正常生活没问题，就正常打工啊，或者你正常就找个普通女朋友啊玩一下什么的，这些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想深入发展，从爱情的观点来说，深入发展就好；从这个营商的环境来说，去深入发展，做大做强也好，你必须要把这个看对人，怎么去看人这个 skill set 来拿得住，你才可以做强做大，不然的话，你总会有一些碰到钉子的时候，然后那些钉子你碰到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很严重，是一个很严重的漏洞，因为你不知道那个人会做出什么样的东西去把整个 project 又好，整个
整个商业就好什么的全部搞垮，可能就是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或者他自己认为自己做对的东西，然后他也可能没有跟整个团队去配合好，可能有时候他也是无意中做错了什么事，他可能就是没有跟其他整个团队配合好，发生了一些晃子，然后就整个就黄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看人这个块真的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生必须要学懂的一个技巧。对，确实。那好的，那到了最后，对你来说，你还有什么建议给所有的网友呢？我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建议，我是认为说，你可能人生它避免不了会看错人，避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其实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说，你看错人了以后，怎么样处理后续的这问题，怎么样及时止损，怎么样去挽救，或者说是怎么样去解决矛盾，这个可能才是啊。还是人生就是成长中最重要的这个点吧。嗯，嗯，对。的确的确。那我觉得嗯，我觉得我们说了这么久，然后最重要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要，因为看人这东西必须要通过时间去验证嘛，所以说对，我个人确实。认为的话，如果你真的很想去把这个人看清楚，或者去在一个时间，你就先定一个时间，就比方说，我需要花半年时间去跟这个人相处，或者去合作又好，什么都好，然后就你不一定一来就要去做到你理想中那个项目或者什么，你就先做其他一些小事情，但是你必须要很频繁的跟这个人互动，然后跟这个人去做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通过很多很多不同的事情，尽量的去尝试触碰到他的底线，然后在这个经历中再拿取你看到他触碰到底线的那个反应啊，或者他带出来的那种呃改变啊或者什么的，去真正的去尽量的去看清楚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你那个时间是很有限嘛，所以说你尽可能就在一个短的时间内，但是在这个短的时间内，尽量的跟他做很多很多不同的试错，经过这些很多很多的试错的话，尽量就利用这个去补这个长时间的那个短板，所以说就尽量花少一点时间，但是把这个时间里面尽量去丰满的所有的你可以做试错的东西，去更加去了解对方。我觉得是这样，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一个方法去尽量减少自己看错人或者看错人导致到之后的很大的那个失误的那些事情吧。嗯，对，这也是一种方法。嗯，就可能很多人在你时间内那个没到之前就已经就是没有通过这个 test 是吧？对呀，对呀。没有 pass。对呀，因为你嗯正常就好像现在的人，他们交朋友或者什么，其实因为网络都很方便嘛，就是说，嗯很多时候大家就可能在网上发个微信啊，什么发个表情包啊，然后就一天了，对不对？其实真正的去跟这个人嗯可能在思想上的碰撞啊，可能在问题上的那种不同的考量啊。很难有真正的去用心或者用时间去在试错做这方面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那个碰撞，去看到嗯对方的实际底线是什么，或者他对方实际他真正相信的东西是什么，他的 belief system 是什么样的，所以说嗯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就是咱们现代社会就跟我刚刚所说的就太多的自信了，所以说其实嗯真正有愿意花时间出来去用心交流的时间真的不多，
所以说，如果你是真心想去了解对方的话，你就在一个你自己设定一个时间内，然后尽量的去跟他做不同的碰撞，然后看看他的底线在哪里，然后了解他踩到底线的时候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个就是我对所有观众的一个建议。对，挺有意思的，可以多互相刺激一下，多去跟人家沟通，多去跟人家交往，对对对多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而不是只是在网上聊天而已，对吧？对，或者直接发什么表情包嗯，什么的，也我觉得我觉得就好像你对看呐、对对，那个打游戏啊，嗯，也是一个东西。你对，现在打游戏不是都组队打吗？但嗯，对，是你好像在网上打游戏打得很厉害的那帮人，那些玩 e-sport 的那帮人，他们组队的过程一定是经历过很多很多次的试错，才能组合到他们认为这个团队值得继续打下去。不然的话，嗯你在这个游戏里面，你组这个队，这5人队又好，6人队又好，他去到某个点，他一定是不可以继续下去了嘛，因为他会有分裂的状态嘛，会有不同的对，对战略上又好，或者对其他看法又好，什么总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你怎么样可以知道这帮人就是你想跟他一直组队打到全世界第一的那帮人呢？你一定要在一个时间里面，叫很多很多次的跟他碰撞，跟他去试错嘛。嗯所以说他们那些打 e-sport 的，每天不是都集在一起，花很长的时间去在同一个游戏、同一个地图上面做同一个事情，然后就去不停的试错，然后知道对方是怎么样，那个是怎么样，大家的看法是怎么样。所以说，嗯，其实这个就是跟现实生活咱们去做生意也好，去交朋友也好，如果可以的话，你就尽量去做多一点这样类似的事情。对，多跟人交往，多跟人接触，对，不是普通嗯，的接触，真的是硬碰硬的去，就好像真的知道对方对某些事情他是真正的想法或者怎么样的。这就对，因为其实现在的人很多时候怕事嘛，他怕问人家的问题，或者怕在交流的时候碰到某些人的不舒适的区域，而就不去嗯探讨某些东西啊，尽量不去碰撞对方。但是就是因为你不愿意去碰撞对方，所以让你根本就没办法去看清楚对方是什么人。所以说，我就觉得，如果你真心想去交这个朋友，或者真嗯，心想去了解这个人的话，你就应该勇敢的去碰撞对方，然后得出一些结论。挺有意思的，你这个结论，嗯，嗯，我觉得还可以啦，我也是跟你学习嘛。没有，互相学习，大家，互相交流，互嗯，相交流。那好，对，那今天这一集嗯胡说北道就说到这里了。我希望大家网友有机会听到的话也会喜欢。那么之后我们会有嗯，新的一集，会有新的话题。今天再次谢谢咱们的那个唐小姐跟我们一起聊天聊好啦，这么久。谢谢大家，好好，，Thank you. See you guys later. 好，谢谢，拜拜拜，拜。下次再见。